又倒给狗子喂药的时候，小新好不容易塞进嘴里，又被吐了出来。辛妈用奶酪裹住胶囊，企图诱骗狗子将其吞下，结果狗子没骗到，倒是辛爸中招了。就在辛爸辛妈回忆过往、情浓蜜意之时，突然房子一阵剧烈的摇晃。辛小妹看着窗外往来车辆，告诉大家是媒体马戏团来了。ABC、CBS 还有爆胎的基督教科学真言报，全球媒体记者云集到春田镇是有原因的，他们都是前来报道一起丑闻。这件事关系到有非法移民嫌疑的市长，在父子血缘诉讼中，他被27个不同的妇女指认是自己孩子的生父。市长刚来到现场，一个女人就抱着孩子问他为什么不承认他们爱情的结晶。市长连连摆手否认，说这不是他的孩子，还将所有人给自己的保镖，让他当自己的孩子养。看他们的样子，似乎更具父子相。这时，肯特出言询问市长，到底还隐瞒了多少个私生子？市长对他说，自己没有隐藏任何事情，除了手上这只可爱的小狗。这凯特家伙将所有媒体人心都闷化了。于是大家都不再关注市长丑闻，纷纷的离开了。只有一位女士并不打算罢休，她是来自全球新闻网的克洛伊。肯特见她不肯走，就阴阳怪气的暗讽她。但克洛伊也不是任人拿捏的，直接问肯特又砸到了几个新人。辛妈看电视上的克洛伊，她亲吻向孩子们表示自己从高中开始就认识她了，她从春田镇走出去的。克洛伊的质疑让很多媒体又回来了，她表示自己有市长那个的录像带，说着她就放了一段视频，她和一个年轻女孩躺在床上。播放完毕后，克洛伊指出现在可以肯定2件事：首先，市长有大麻烦了；其次，这镇上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是白痴。事实上的确如此，肯特每天沉迷的都是刺激低俗的乐趣，而缺乏对新闻严肃认真的态度。辛妈看克洛伊有些羡慕，这的确是一个成功女人。辛小妹安慰妈妈说她也很成功，发明了家务活转盘，又公平又机智。此时父子俩十分开心地走了过来。辛爸说他想到了一个掺和进市长这个案子的方法，那就是让小新去说市长是他的爸爸，还让他给自己100万美元。辛妈看整天瞎搞的丈夫和儿子，唯有无奈的叹气。市长的丑闻铁证如山，现在政府外已经聚集了很多抗议者，但他依然没有要正面回答克洛伊的意思。刚好此时辛妈带着女儿来到这里，旧友相逢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。但面对如此优秀的朋友，辛妈有些尴尬，只得将辛小妹介绍给他来缓和一下。他们的确聊得不错，在克洛伊看来，留在这里的都是衰人。至于辛妈，在他看来，姑且能称上是超级主妇。辛妈虽然有些不悦，但是邀请克洛伊明晚一起共进晚餐。相约时间很快就到了，克洛伊来的时候正好是辛爸开门，他们也算是老熟人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全家人都狼吞虎咽，尤其是辛爸，他觉得克洛伊做的这些肉串是他在这张餐桌上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。一听这话，辛妈立刻就不高兴了。克洛伊说自己是在伊斯坦布尔得到这份菜谱的，还对辛妈说他在为哈珀斯杂志写文章。辛小妹听说过这个杂志，她有其中一个编辑的照片。克洛伊觉得已经谈论很多自己的生活了，所以就想问问辛妈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。辛妈想了半天，只想出一件事，那就是为什么狗狗喜欢用屁股拖地。原本还是向克洛伊展示一下照片，不料现在刚好在播他的节目，于是大家就在电视上一起观看。那是他对鲍勃迪伦的采访，然后就是克洛伊衣锦还乡实时报道。辛妈看过之后对克洛伊说，我们中的一些人留在这个小镇上，让它变得更加美好了。谁知他刚说完，辛巴就来拆台了。得了吧，我们之所以不离开这个粪坑堆，是因为有个法院强制安装的脚环。之后克洛伊向他们展示一段奇异的舞蹈，紧接着辛巴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。他无师自通原因就是因为喉咙卡了一根鸡骨头。辛小妹很羡慕克洛伊去过那么多地方，克洛伊表示那是因为她的心里一直是那个渴望离开春田镇的小女孩。辛巴觉得这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，克洛伊应该都没有时间寻找另一半。克洛伊表示自己曾有过几段感情，比如克林顿、施瓦辛格，不像辛巴嫁了一个好男人。洗碗的时候，辛小妹还忍不住夸赞克洛伊，说她用过的碗闻起来都令人沉醉。虽然辛妈不愿意相信，但这个女人的确在方方面面都超越了自己。辛小妹询问辛妈高中时有没有想过克洛伊会成为明星，辛妈表示那时他们都是明星。当时学校新闻社的工作充满惊奇，他们一起报道那学期最轰动的事件：学校食堂的一个员工在汤里吐口水。报道被刊登出来后，他们被授予了学校最高的奖励。听妈妈讲述往事之后，辛小妹很好奇为什么她不和克洛伊一起进入新闻界。辛妈说那时候他们都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，是去新闻学校还是和所爱之人一起留下。当时辛爸向他保证留下来就会去周游世界，而克洛伊巴尼一向他求婚，他就马上离开了这。原本辛妈是打算和他一起离开的，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怀上了小新。这天辛妈又在清理家里的浴缸，刚清理干净后，辛小妹就过来了。她告诉辛妈克洛伊获得了比伯迪奖。辛妈很不高兴女儿总是夸奖别人，毕竟她清理浴缸的工作也并不轻松。辛妈妈不高兴，辛小妹随意敷衍了2句，就说自己要和克洛伊共进晚餐了，还打上了一条克洛伊同款丝巾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辛妈很是难过。克洛伊的生活是如此美好，如果当初进了新闻业，和现在是不是会截然不同？辛爸听到妻子的胡言乱语，忙安慰她说她比
克洛伊幸福，因为辛巴有3个孩子，还嫁给了臭臭之王。见这并没有起到作用，辛巴还是很郁闷。辛巴又继续说道：“也许克洛伊有份体面的工作，但你却是家里的主心骨，让这个家更有凝聚力。”辛巴终于觉得心情好多了，不料紧接着辛巴又开了一个玩笑，然后辛巴更生气了。另一边，辛小妹和克洛伊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夜晚，但辛小妹一想到明天就得回学校上学，就很失落。这时克洛伊对她说，她明天要去大都会报道联合国妇女大会，问辛小妹愿不愿意同去。辛小妹自然是100个愿意，但还是要先问问辛妈的意见。刚好现在辛妈就在庭院等着他俩。从车上下来后，克洛伊先道歉这么晚才回来，没想到辛妈毫不客气地用手戳他，为什么你要告诉我的女儿，世界还有另一个有趣充满可能的生活？这下克洛伊也不能保持风度了，直接让辛妈将她洗盘子的脏手从她的阿玛尼上拿开。谁知辛妈完全听不进克洛伊的话，反而咄咄逼人，一直将她往外推。克洛伊现在也没了耐心好好说话，干脆就撸起袖子，就打算和辛妈硬拼。紧接着两人就扭作了一团。辛爸此时还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，女士们，你们没必要为我打架，给辛妈气直接怼了回去。最后辛妈被打青了一只眼，将眼睛恢复成正常状态后，她来到了女儿的卧室。辛妈向她解释，有时候她喝了酒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。见妈妈清醒过来了，辛小梅又问自己能否和克洛伊一起去妇女大会。辛妈的回答依然是不行，但妈妈的反对并没有困住聪明的辛小妹，她找一个替代品之后就溜了出去。第二天，辛小妹趁克洛伊和别人闲谈，偷偷钻进车子后备箱。此时辛妈正叫辛小妹吃早饭，发现女儿不见后，辛妈马上告诉了辛爸，距离大都会还有7英里的时候，克洛伊接到上司的电话，他说春田镇火山新闻更加劲爆，让他马上赶过去。于是克洛伊调转方向就往回赶，他刚好与前去寻找女儿的辛爸辛妈擦身而过。赶到火山面前的时候，这里只有1辆车，旁边站本侧摄影师，见自己每说一次谎，火山就会小爆发一次。摄影师直接吓得扔下设备就逃跑了。辛小妹感觉车子已经停下来了，就从后备箱里钻了出来，谁知这里根本就没有联合国妇女大会，只有正在冒出岩浆的火山，岩浆流速很快，辛小妹克洛伊很快就被困住了。克洛伊安慰辛小妹，虽然他们就快要死了，但死前还能够报道这座壮观的火山。此时辛爸辛妈终于赶到了妇女大会，他们并没有看到辛小妹的身影。突然辛妈看到大屏幕上克洛伊，他人站在已经爆发的火山面前，和他一起的还有辛小妹。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因为屏幕已经成雪花了。辛爸辛妈赶到火山下的时候，被警长拦住了，原想说服警长放他们过去，但辛小妹的呼救声让辛妈不顾一切驾车冲到了女儿面前，但滚滚的岩浆阻碍了辛妈的脚步。眼见着女儿的处境越发危险，辛妈心一横，跳上岩浆上的石头，然后一步步靠近女儿，将她救出了险境。这一次辛小妹终于由衷称赞了妈妈的伟大。比起他们在一旁母女情深，克洛伊的处境是越发的危险，眼看着她就要随着树木一起沉入岩浆之中，巴尼架直升机将她捞了上去。两人在飞机上再次找回了当初恋爱的感觉。劫后余生，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这次新闻中出现了辛妈的身影，她无所畏惧、勇敢和伟大的母爱得到人们的称赞。小辛说自己长大也要成为像妈妈一样的人。辛妈看自己的孩子们，她终于可以从心底承认自己选择正确的生活。看妈妈能够这么想，辛小妹确实很开心，但她还是想问妈妈，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另一种生活吗？其实她确实幻想过自己抱到普莱西德湖的样子，想到自己会说在这里冰上奇迹从未发生，她又觉得这实在是太罪恶了。若是没有见过昔日旗鼓相当的好友，也许辛妈就不会厌倦如今的生活。单从两个人的经历来看，克洛伊确实阅历丰富，才能兼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辛妈就一无所长。她将自己分也给了家庭，不仅成就自我，也成就了家人。其实不同的人生之间本就没有可比性，若是因为有着共同起点就对号入座，不但无法改变现状，还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精神折磨。人生没有重来一次机会，既然已经成为定局，就应该努力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如果真的不能接受既定的现实，比起杞人忧天，也许更应该做的是从此刻开始朝着心中的目标奋斗。辛爸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眼看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他一激动将空气拍进了零食堆里，然后就被狗子误吞了。直到不小心换了台，他才发现不见了。大家见他大兴土木，都跑了过来。通过狗叫换台，辛小妹判断出遥控器应该是被狗子吃了。闻此，辛爸马上抱起狗子，想强行让他吐出来，可惜最终失败了，还将自己卡在了送信门上。更不幸的是，辛妈的姐姐们刚好来拜访，这下可算被他们逮到机会羞辱辛爸了。小辛踢了辛爸一脚后，就去看电视了。刚好上面说顶尖说唱艺术家要来春田镇，这次的全明星演唱会名为《为生活而谋杀》。观看了明星阵容后，小辛很高兴，因为他喜欢的黑便也在其中。紧接着，辛小妹走了过来，兄妹俩就说唱音的词汇使用吵了好一会儿，才以小辛吃瘪而告终。不过他对于说唱热情倒是一点也没减，立刻就去找辛爸要钱去看
看演唱会。对于儿子的请求，辛巴一如既往拒绝了，不过也说不花自己的钱就可以随便小新去与否。小新最终还是搞到了一张票，然而就当他准备去看演唱会的时候，辛妈叫住了他，他不同意儿子去。在辛妈看来，说唱崇尚暴力，自负还满口脏话，无论怎样他都不会让儿子去学坏。小新又生气又委屈，明明爸爸都同意了，谁知辛妈一开口，辛巴也临时倒戈了。他用说唱的方式向儿子解释了一遍，你只得到你爹我的同意是没用的，因为只要你妈妈反对，我就得转移阵地。小新看着爸爸妈妈沆瀣一气，只得盖住头，失落的回房间去了。但小新依然没有放弃去演唱会，既然能自己买票，他觉得自己就是成年人了，于是就跳窗离开了家。小新来到距离舞台最近的地方观看偶像的演出，这时歌手的话筒不小心从手上滑落，刚好就被小新给接住了。于是他就让小新将麦克风还给他，还唱了一大段，说小新是个小孩子，不会用麦克风。虽然是为了活跃现场的气氛，但小新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他也说唱了一段回敬。演唱会结束后，黑便送小新回家，在路上他还遇到了柯蒂斯·杰克逊，他询问小新愿不愿意参加他的世界巡演。小新很想去，不过想到还要上学就拒绝了。到家了，分别之际，歌手送小新一件 T 恤，小新穿上这件衣服就朝着家门走去。没想到经过窗外的时候，发现爸爸妈妈在客厅争吵，他们断定儿子是去看说唱会了。辛爸表示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他一定会将小新胖揍一顿。听见皮带和手掌接触的清脆响声，小新顿时失去了回家的勇气，转身就爬上了树屋，将 T 恤随意丢弃在屋外之后，小新写了一封信，接着一块包裹着纸张石头就飞到了辛爸辛妈面前。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我们绑架你们的儿子，想要小新不受伤害，就按照指示做。看到这些，辛爸已经能够想象到小新将会被何等恶劣对待了。看着辛爸崩溃趴在地上哭泣，小新知道自己的计谋得逞了。第二天，电视台报道小新被绑架新闻，肯特采访了受害者辛爸和辛妈。辛夫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悲痛难当，恨不得没生过这个儿子？失去小新，又听到这样恶毒的言语，辛妈哭得难以自持，最后还被肯特忽悠的打了个广告。警长向各界媒体发表声明，小新一定会被找到，因为他将亲自负责这起案件。听到警长的豪言壮语，媒体们忍不住嘲笑，是不是应该直接准备葬礼了？面对他们的恶意，警长慌忙解释，我是能侦破案件的好不好？野鹰仔又在公园里玩飞盘，没了小新的陪伴，他只能一个人扔来扔去。就在他感叹没有朋友，飞盘都没有意思时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只见小新从滑滑板的顶端滑下，吓得野鹰仔慌忙查看四周，绑匪在追你吗？小新将真实的经过告诉了好基友，及所有的事实都是由他杜撰出来的。看到警车经过，小新拉野鹰仔藏了起来，并告诉他自己需要个地方藏身，直到风头过去。野鹰仔为他提供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他爸爸的公寓，没人会去那里。接着野鹰仔就将小新带到了那里，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狼藉。野鹰仔告诉他可以藏到自己的房间，他的爸爸正在工作，不会发现小新。另一边，警长对整个案件毫无头绪，看着墙上贴着他过往的黑历史，警长有些泄气，看样子他真的很失败。万分郁闷之下，他掏出了一瓶糖浆，淋上薄饼，又开始大吃特吃，之后就进入了梦乡。没过多久，他又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目光搜寻一番，才发现是电视里的巴尼·费夫。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每个佩戴勋章的人基本都曾自我怀疑，但现在到了上街搜寻罪犯的时候了。得到了费夫的鼓励，警长不再颓废，是时候做些警长该做的事情了。警长来到了辛普森家，在电话打来之后，启动了监听设备。这个电话是绑匪打来的，他表示想要保证小新的安全，就必须照他所说的去做。辛巴说自己不信，除非能寄一段指头过来。辛巴受不了丈夫的胡说八道，抢过电话之后就哀求绑匪把儿子还回来。听到妈妈抽泣声，小新也装不下去了，只得安抚她，说自己很好，还说如果辛妈太担心自己，绑匪就会杀了她。听见自己的安慰，让辛妈哭得更凶了，小新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时眼镜男回来了，小新只得飞快地挂断电话。警长得到这段录音之后，就马上拿去实验室分析了，仔细听了好久，他发现小新旁边有噪音，将它单拎出来再听一遍之后，警长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认真回想了一下，他找到了答案，爆米花就是那个他最喜欢的品牌，平价喷喷爆米花。确定了牌子之后，警长们来到了快易买超市。阿普得知警长要找的物品有些惊讶，毕竟这种爆米花是所有种类中最差的，购买的人也很少，只有警长和眼镜男。果然，在警长破门而入的时候，爷爷男正窝在沙发上吃爆米花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的时候，警员已经将小新带了出来。银仔先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加百口莫辩。只是小新告诉警长，他是个好人也毫无用处。警察将小新送回家后，全家都非常热情地迎接了他。
察。警察局内，警员也对警长十分佩服，说自己不该对老大这么没有信心。为了庆祝警长终于成功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，春田镇展开了一场盛大的游行。银仔也在仗义的队伍中，他几步走到小新的旁边，是你让我爸爸关进监狱的。他要求小新必须要采取行动，将他爸爸放出来。看着好朋友被众人踩踏而过，小新有些动摇了。督察警长办公室，警长正在准备定做新西服，他如今升了一级，已经是督察了。这时，小新来到督察面前，自顾无人之后，他说出了整个绑架事件的真相。得知这是一个骗局后，督察没有生气，而是恳求小新不要将眼前这些从自己身边带走。他害怕儿子对自己失望，小新也不想，可他担心银仔的爸爸。督察告诉他，完全不用担心眼镜男，女人们就爱有名的罪犯，他现在可是个抢手货。所以在这件事件中，每个人都是赢家。听了督察说的话后，小新彻底放心了。一天，新小妹趴在院子里看书，突然叽喳鸟鸣声引起她的注意。爬上去后，她才发现这里有件演唱会的 T 恤。她立刻明白事件的真相，将自己的推论告诉辛爸后，她并没有立刻去找小新算账，而是转身就让他扔进了壁炉。新小妹无法理解辛爸为何要这样做。辛爸告诉她，好莱坞制片人已经付钱买下小新故事的版权，所以他必须要消除所有说那个故事不真实的证据。既然爸爸不靠谱，新小妹又找到了校长，她希望校长能够帮她揭穿小新的谎言。思考之后，校长答应了，毕竟扳倒小新的机会千载难逢。他们合作不久，警察们就将小新试图揭示骗局消息告诉了新上任的督察。看着楼下新小妹和校长翻翻找找的，督察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召集所有获利的人，告知了现在的情况。本应是受害者眼镜男非常不想离开，因为这里不仅每天能吃3顿饭，窗外还有一群疯狂的迷妹。督察才升官，也不想这么快就被打回原形。小新见大家都有些不理智了，忙告诉众人，新小妹要扳倒他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证人证明自己去说唱演唱会了，而他刚好知道那个人此时在哪里，于是大家就浩浩荡荡出发了，打算去隐藏线索。可惜他们晚了一步，新小妹和校长已经抵达了黑便的住处，他们询问是否能够观看上一次演唱会的录像，黑便没有拒绝，就让他们领了进去。看到小新也在台上表演，就已经证明他说谎了，更别提歌手们身上还带着演唱会的具体时间。此时，督察一行人也赶到了这里，他举着枪威胁对方将演唱会录像带交出来，但很明显，他低估了这群歌手的实力。督察很绝望，看样子他们的骗局被戳穿是板上钉钉了，自己以后可能只有回家跟老爹一起卖彩带了。小新几步上前，走到歌手们面前，为什么要把这事讲出去呢？没有人因此受害，而且大家因为这个骗局过得更开心。新小妹不同意哥哥的观点，她说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，妈妈曾告诉过她，真相是不可能被掩盖的。见新小妹揪着不放，父子俩都过来劝她酷一点，不要那么死板。辛爸更是手无足蹈，然后将电视给弄倒了。这一变故直接让歌手们将枪口对准了他。黑便忙让伙计们把枪放下，他对众人说，有的时候事实既不是纯黑的，也不是纯白的，而是一种微妙的灰色地带。当公正之路被不确定性模糊之时，只有一个解决办法，那就是疯狂派对。看眼前这群疯狂的人们，辛小妹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在目击了腐败和欺骗之后，他们还有心情参加派对。辛爸告诉女儿，这个世界很复杂，当你彻底了解它之后，抱膝跳水。真实是否有值得追寻的价值，尤其是当发现它能让所有人获益之后。小新虚构的绑架让所有人卷进这场事故的人都获得了意外的好处，那也许是他们无法依靠自身努力能够得到的。但看似完美的背后，是否真的不曾有过任何的受害者呢？且不说因为牵挂儿子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新妈，就是那些崇拜警长的民众，也不过是崇拜了一个虚幻的假象，他依然没有为人民做成一件好事儿，顶多成了小新游戏里的赢家。然而在无脑狂欢的时代，有多少人在意所谓的真相呢？被欺骗愚弄的民众自身都毫不在意，新小妹们的坚持也不过是徒劳而已。凌晨3点，孩子们就在学校门口集合了。今天他们要去参观春田镇冰河。新小妹上车的时候，小新已经在等她了。可能她来施展自己的恶作剧，摔这一把跤，把新小妹的好心情都弄没了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小新每次都要来这一手，她不想再和小新搭话，直接就向后面走去，然后又被小仙脚给绊倒了。漫长车程加上小朋友们还拉了一段路程，终于抵达了白雪皑皑的壮观的春田镇冰河。当然，以上是图片仅供参考，真实的冰河只是一个小池子，还有上面漂浮着一小块冰。看着冰河变了样，新小妹判断出应该是温室效应导致的。导游告诉新小妹，政府对于温室效应的看法就是根本不存在温室效应。他说这冰河很正常。新小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睁眼说瞎话，这都画得跟烂泥一样了。面对如此执拗小女孩，导游暗讽她只适合待在家里，冰河没意思。孩子们来到纪念品商店，大厅里展出了冰河世纪的家庭生活。看以前的原始人，新小妹又开始浮想联翩。如果这些聪明的战士能够说话，不知道他们会说出怎样的故事啊？小新表示他们在这里留了言的，只见一旁
旁的石头上刻着讽刺辛小妹的图画，孩子们看了之后都笑了起来。似乎仅是这样的羞辱还不够，混混们还拿出纸来临摹了一幅。小新的恶作剧还没有完，他偷偷拿2个对讲机，鬼鬼祟祟朝辛小妹的方向去了。此时，辛小妹正站在众人面前，她谴责同学们无视冰河的消亡，而像个小孩一样呆着吃零食。她呼吁大家应该做些什么。冰河就是大自然给人类敲的警钟。趁着她情绪高亢，小新将一个对讲机放进她的书包里。辛小妹丝毫没有察觉，此刻还在滔滔不绝。她说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。此话一出，从辛小妹身上传来了放屁的声音。这下同学们又咯咯的笑了。小新还说，人类唯一排放气体是辛小妹放的屁。看着同学们笑成一片，辛小妹还是没有放弃继续劝说，但她身上传出来的源源不断恶搞的声音，让辛小妹越说越没了底气。此时，对讲机里传来了警长的声音，他让搞怪人赶紧离开这个频率，不要妨碍他在森林里搜寻杀人犯。辛小妹这才知道，这又是小新的恶作剧，她气得直接拿背后的对讲机去砸小新。躲过之后，小新将雪球扔向了辛小妹，不料这让她掉进了冰河里。浮上水面的时候，辛小妹头上顶着水草，还有一个青蛙坐在上面。见妹妹如此狼狈，小新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嘲讽她是一个书呆子。这次是真的将辛小妹激怒了，她一言不发离开了嘲笑她的人们，坐在返程的校车上。辛小妹咬牙切齿地表示，小新，你是有史以来最可恶最讨厌的小男孩，你根本不在意我有多么生气。她揪住小新的脖领子，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等着瞧吧，我不会是那把干修的。又是一天清晨，小新从睡梦中醒来，照例大喊了一声，早上好，全世界，吃我的内裤吧。不料此时耳边出现了别人的声音，今天没有内裤可吃了。转头一看，是警长，他交给了小新一张禁令，从现在开始，他必须和辛小妹保持20英尺的距离。小新很不服气，他不认为一张破禁令能阻止自己揍妹妹，然后他就被关进了牢房。得知女儿给儿子弄了张禁令，辛妈简直不敢相信。辛小妹表示这没有什么，法院还给了他一张给辛爸的拘票。辛爸没有办法了，只得询问警长，孩子们分开该怎么过日子。其实警长也不知道，他表示法律又不是自己定的，他们充其量是有点关系而已。然后就放了一个能解答疑惑的录像带，这个录像带通过解说人的亲身经历，解释了禁令所颁发的原因和效果。视频中，一个男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可惜那女孩对他不感兴趣，直接拒绝了。但男人没有放弃，还将厚脸皮贯彻到底，对女孩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第二天，那女孩就弄了一张针对男人的禁令，现在他们之间必须保持500英尺的距离。没错，解说员就是这个讨厌男人。视频结束后，众人也只得接受这个事实。小新询问警长，我怎么知道20英尺到底有多远？辛爸走过来安慰儿子，你不用真的数到20英尺，他有一个更加人道的方法。辛爸所说的方法就是接了一根20英长的杆子，为了这根超长的杆子，辛爸还用员工价购买了一个很酷的套子。要说起他什么时候成为了超市员工，就不得不提到支线剧情了。趁着孩子们出游，辛爸、辛妈一起去逛超市，没想到老辛普森竟然是这里的接待员，他很惊艳的上前询问他们需要推车还是购物篮。简单寒暄之后，辛妈说要推车，不料推车被卡住了，然后老辛普森一使劲，就直接栽倒在了推车里，最后还不可抑制地撞到了玩偶山。辛巴忙抱起父亲，亲爱的爸爸，我好想你的拐杖帽子，你个白痴，我在下面呢。老辛普森告诉儿子，顾客必须要有人接待，不然他们会很无助的。只见缺少了接待员，顾客们进门之后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老辛普森脱下工作服交给辛巴，让我为你自豪一次吧，至少让我少丢一点脸。辛巴当上接待员之后，那就一个词，专业。他立志将每个顾客都照顾好。见辛巴这么能干，经理找到了他，说他比之前那个没用的老白痴好100万倍，还问他愿不愿意做一个全职的接待员。得知没有提升之后，辛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没提升就意味着没压力呀。回到主线剧情，有了这根杆子之后，辛小妹整起小新来可谓是得心应手，而且最前端接的还是螺丝起子，疼的小新是哇哇乱叫。由于辛小妹的禁令，小新上学也受到了阻碍，他被不允许出现在教学楼里，以为自己以后不用上学了。小新正高兴呢，没想到自己要被红发威力单独教学，这里不仅环境恶劣，而教的内容都是以前他学过的。看威力手中的钢叉，小新只能瑟瑟发抖。20英里的距离连接着的不仅是禁令，也是2个不同的世界。辛小妹在干净温暖的食堂吃饭，小新只能在大雨倾盆的室外吃披萨。辛小妹坐校车，小新坐购物车。就连在图书馆里看书，小新只得给妹妹让道。没过多久，小新就因为胳膊受到神经损伤进医院了。一天，父女俩正在餐厅里吃饭，趁着辛小妹离开添饮料的功夫，经理找到了辛巴，想让他当接待经理。得知这个岗位不仅没钱拿，还要加班，辛巴当即就不乐意了。但没想到经理手中居然有辛巴的墨西哥护照，还说不答应就将他遣返回墨西哥。于是辛巴只得同意了。小新现在十分郁闷，辛小妹的报复不允许他有片刻的宁静，哪怕是坐着喝牛奶，辛小妹也不让他如愿以偿。辛巴非常心疼，于是又带着一家人到了法院。他恳求法官撤销这条禁令，说自己的家都要被杆子戳散架了。法官给了小新一个表达想法的机会。小新表示是辛小妹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他说法官一定懂他的感受，因为他选择了法律，
育而不是结婚。可惜这一下拍在了马背上，法官已经结婚了。小新很奇怪，直接脱口而出：“他说怎么了？瞎了还是聋了？”听见小新这么嘲讽自己，法官十分生气，直接将20英尺变成了200英尺，为给儿子找一个安居之所。辛巴给他在离家老远的地方搭个帐篷。小新看周围黑森森的一片，忍不住瑟瑟发抖：“爸爸，这里好可怕。”谁知辛巴早已经跑回家了，小新只得安慰自己，家人一定会想念他的。其实并不，他们正在家里开音乐派对呢。清晨，小新从帐篷里爬了出来，看眼前绿树环绕，流水潺潺，小新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糟。此时，辛妈在家里呼唤他，说辛小妹去朋友家了，让他回家上个厕所。小新刚跑到一半就停住了，现在他是以天为被，地为床，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厕所，哪还用专门去？于是他脱下裤子，张开手臂，尽情享受大自然。打工人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辛巴正打算回家，谁知经理出门后竟将大门锁住了。同样被关在里面的还有其他员工。经理表示，趁着这个时间，他们可以完成自己布置的任务。辛巴很生气，我从来不熬夜加班，从来不。他的愤怒对门外经理毫无用处，他甚至还脱下厕所的钥匙。就在辛巴想要挥拳揍他的时候，突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电流。原来在体检的时候，他又被植入了听话芯片。在经理离开后，辛巴忍痛将芯片拔了出来。他对其他员工说：“我们一起把芯片拿出来，然后就去报警，把这个破地方关了吧。”不料他们却表示自己的芯片好几年前就拿出来了，还在这里只是因为已经接受了不能改变的事实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是为了更加方便偷东西。不过他们这种做法对于辛巴来说是小巫见大巫，他直接开车搬运超市的东西。小英现在已经是混得如鱼得水，他跟着狗狗们生存，他们一起奔跑，一起翻垃圾桶，一起打架，一起睡觉。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狗孩儿。辛巴用望远镜看儿子的样子很心疼，他希望女儿能够原谅小新，毕竟他已经够惨了。辛小妹说自己不是不想原谅他，而是每次他一有这个念头，就会想起以前小新做过的坏事。辛妈劝说辛小妹，她也做过好事啊。那好啊，你举3个例子，比如你生病的时候，他把作业带回家了，是没错。但他以为那是坏事啊，就把它当作是件好事嘛。小妹想了一下，她也想到一件，自己的小仓鼠死的时候，的确是小新在身边安慰她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小新用面包夹住了辛巴的手指，然后又在上面淋了番茄酱，接着辛巴就一直咬自己的手指。看着爸爸的蠢样，辛小妹终于展开了笑颜。好吧，现在有2件事了。辛小妹表示，只要再想起来一件，自己就放他进来。辛妈看到儿子沦落到抓老鼠吃，只得连连叹息。过了一阵子，辛小妹还是没忍住看了一眼小新，只见哥哥用稻草人做了一个字迹。辛小妹很是感动，小新也是想自己的，她觉得这就是小新为她做的第3件好事。辛小妹激动地拿着棍子来到小新身边，吓小新还以为辛小妹又是来戳自己的，直接跪下向妹妹求饶。眼见小新曲解自己的意思，辛小妹心一横，将杆子折成了2段。她说：“我发现原来我很想你，而且我从这个壮观雕像看出来你也在想我。”这些话让小新露出了不安的神色。紧接着他认同了辛小妹的话，还说一起回家吃饭。不料没走2步就遇上了混混们，他们正拿着火把打算烧掉这个雕像呢。辛小妹这才明白了雕像的含义，眼看逃不掉了，小新干脆说瞎话：“这火焰呀，它代表你的音乐天赋。”此话一出，辛小妹反而平静了下来。小新，我好想念你说的谎啊！我想我自己也是个讨厌的家伙吧。妹妹的话让小新也备受感动，这次他真诚向妹妹表达自己的歉意。辛小妹拿过了火把，亲手把自己的雕像烧了，还有那根杆子和禁令，兄妹俩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。空旷的草地上又重新响起了家庭交响乐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礼让3分；人再犯我，斩草除根。应对小新无休止的捉弄，饶是辛小妹再让步，也终是爆发了。然而惩罚小新的快感让兄妹俩彻底角色互换，甚至让辛小妹变得比曾经的小新还要过分。若是放任自己被复仇的情绪占领生活的全部，酿成的悲剧将无法想象。好在时间能够抚平一切伤痕，恨意过后，隐藏其中的感情也会慢慢浮现。若是只知一味的忍让，势必会成为一个懦弱的人。然而懂得适时的宽恕，却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难得兄妹俩一起上街，两人也没有停止拌嘴。小新不怀好意地指着漫画男：“妹妹，你男朋友在这哦。”辛小妹指着猫女回敬道：“看，那是你的女朋友。”小新又指着旁边老头：“你喜欢她？”辛小妹生气地推搡小新一下：“不，你喜欢，你还是她的男朋友。”接着他们俩就谁是男朋友的问题又开始掐架，然后两人一起从山坡上滚了下来，最后滚进一栋房子里。这是教授的地盘。教授说他一直在等他们兄妹俩，还放出了自己早就已经写好的欢迎条幅。辛小妹很好奇教授怎么会知道他们会来。教授告诉他，因为他已经掌握占星术，多年以来占星术都被称为科学里的魔鬼，但加上强大的计算机，占星术就能让人看到未来。
来。接着教授就给兄妹俩观看了8年后的辛普森一家。辛妈呼唤孩子们下楼拍毕业舞会照片，然后青年时期兄妹俩登场了。拍好照片再晃2下就是个蛋糕。辛妈很高兴，女儿提前2年就毕业了。儿子呢很高兴他终于毕业了。这时辛巴一脸兴奋地冲了进来，不料辛巴一脸冷漠，我们已经分居了，你竟然能讲点礼貌吗？眼看2人又要开始吵架，小新有些生气，能不能别在我们面前吵？见儿子竟然敢教自己做事儿，辛巴又打算施展掐脖神技。还好辛巴及时用小新寄来的名片缓和了一下。这时门铃声响，是辛小妹的舞伴到了。屏幕外的辛小妹看到是眼镜仔，心底直升起了一股恶寒。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从幼儿园开始就拒绝她的舞会邀请了。教授告诉辛小妹，12岁那年眼镜仔将从大火中救了出来，她就心软了。当然后来辛小妹发现那火就是她放的。教授还收录了辛小妹知道真相后的表情。未来故事继续，眼镜仔给辛小妹摆好胸花之后，又好好的秀了一把她的肌肉。紧接着小新的舞伴小白踩着滑板也到了，这2人的性格看起来很合得来，他们还撞了前额以示亲近。辛巴本也想追赶一把时代的潮流，不料一头撞在了壁炉上。4人一起到达了毕业舞会现场，舞池中已经有不少疯狂跳舞的人们了。在这里辛小妹遇到了小胖子，就顺口询问了他带了双胞胎姐妹里的谁来参加舞会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小胖子表示他全都要，只听见他们的肚子里都传来了经典的哈哈。头发花白的校长依然担任主持，从前的混混现在已经是助理校长了。他在台上宣布了舞会的所有违禁品，最重要是禁止兴奋剂，因为就这玩意儿将校监变成了植物人。胡蛋很高兴，他终于能够独自使用勺子了，但没有想到里面已经掺杂了不明液体，喝下之后他的眼里就出现了闪耀的灯球，但紧接着是凶猛的野兽。洗手间内2位女孩正在补妆，小白向辛小妹夸赞了她的哥哥的迷人，又聊起听说他已经申请到了耶鲁。辛小妹表示确实如此，还说自己要是没有得到秃头奖学金，她也永远负担不起去读书。认真跳舞的人没有几个，辛小妹只是勉强的挪动步伐，小胖子左拥右抱，宛若人生赢家。机器人被马丁折磨的不敢说话，小新和小白早早逃离了舞会。惊险刺激的车程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约会圣地避孕观景处。这对热恋小情侣相拥在一起，小新认真对小白说，我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，但我有点小紧张。小白安慰道，不要紧张，在舞会之夜做爱做事情是很美好的。小新表示女孩误会他的意思，他向他表白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说着他又掏出了钻戒。小白深受感动，这太美好了。但女孩并没有被幸福冲昏头脑，她需要知道小新对于人生的规划。小新说自己已经想好了，他切肉的时候小白可以当服务员，他们一起住在一辆拖车里，为了逃避停车费，他会在小白睡觉的时候开车，他们就这样绝不停车。听完小新的话，小白心越来越冷，他知道小新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托付终身，于是将戒指还给了他，亲吻额头之后便离开了。小白一走，警察们就过来了，他们原想嘲笑一下小新，没想到这孩子哭了，于是警长就贡献了烤鸡来安慰他。屏幕外，小新看到自己的未来被爱情所伤，就拿出了遥控器，打算去看看别人的未来。然而翻来翻去都没有找到感兴趣的，于是继续去观看了自己的。小新向辛巴诉说了失恋，辛巴安慰儿子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比如我和你妈妈。小新无情的拆穿了老父亲，妈妈会甩了你，是因为你把所有的钱都砸在这个水下房子上。辛巴很不服气，觉得辛妈一定会回心转意。接着他向儿子提议去找些新女伴。到达地面后，2人乘坐着磁悬浮在街上狂飙。从隧道出来后，车里还多个新朋友。经过一系列未来的科技大楼，车子停在了一栋矮小的建筑前，这里就是永远都不曾改变的老谋子酒吧。唯一的不同应该就是多了个克隆老谋子，在多了一个得力助手同时，也多了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自己。等待啤酒的功夫，辛巴已经看到了目标，他走到2位美女的面前坐下，还挥了挥手招呼小新过去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这2位女士，其中一个曾是小新的教师，而另一个曾是辛小妹的老师，烈焰艳到自己的小学老师，这对于小新来说绝对是个噩梦。还好这对师生对进一步的交往都不感兴趣。备受刺激的小新表示，哪怕能跟4年级自己对话1次就好。他会说，努力点，不要这么调皮捣蛋，这段时间这么的宝贵，不要浪费了。然而此时屏幕外小新正在飞纸牌呢，他不喜欢听说教，哪怕对方是未来的自己。小新看着舞会的全息投影，看着自己和小白的甜蜜，以及马丁机器人启动了自毁程序，不禁感叹道，爱真让人痛苦。小妹深表认同，她已经再也分手了。小新开始觉得这家里的所有人都注定要孤独终老了。小妹知道她想要挽回小白，于是就以哥哥支招，让他找份工作，向小白展示自己是有上进心的，或许就能够让他重新接纳自己。辛小妹还说，只要爱，永远都来得及。这时辛妈过来插了一句话，她很高兴孩子们能够这么想，因为她又谈恋爱了，是跟小丑阿壳，童年偶像成为后爸，兄妹俩都吓傻了。为了挽回女友，小新找了份工作，就在快买超市做店员。又一次被熊孩子刁难后，阿普找到了他，让他给一位不能外出的老人送快递，这不是个
好差事，因为到达那里需要穿过可怕的禁区，也就是独角蛤的聚集地。他们守护着秃头的别墅，接受挑战后，小新成功将蛤蟆甩在身后。然而没想到进入别墅后，却发现秃头手脚都被人绑住了。小新知道这老套路了，被绑住就可以不给自己小费。不料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秃头确实遭人绑架，罪魁祸首还用枪指着小新，趁神男用枪接电话的空档，小新用屋里的大钻石将他给敲晕了。被救下来后，秃头想知道该如何报答恩人。小新想了一下，这大钻石给我怎么样？秃头当然不可能给他的，于是就说可以用奖学金送他去耶鲁。小新连连摆手，他表示奖学金是妹妹的，自己不能这样伤她的心。然而秃头却继续引诱，不要拒绝嘛，女士们都喜欢常青藤的名校生。这句话引起了小新的兴趣，他想让自己做个加强版的4年文科学士，也许是夺回小白最简单的办法。刚好此时秘书带另一半前来拜访，小新很奇怪，你不是那个吗？秘书干笑了2声，表示自己是异性恋，只要坚持每10分钟打1针，他就对女孩拥有无限的兴趣。新小妹正在家看耶鲁大学宣传手册，耶鲁终于禁止男生主修科学，真不错。他开始思考自己是选择女性化学还是女性代数。不料小新出现打断他的美梦，他将自己要代替新小妹去耶鲁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屏幕外的新小妹看着这一切，和未来自己同步掐住小新的脖子，你毁了我的生活，你将毁了我的生活。毕业典礼那天，新妈带着新男友一同出席，这激怒了辛爸，两人就在观众席上互掐起来。2个老毛子就在后面看好戏，打算等到这2人两败俱伤，然后就让新妈轻松拿下。这届毕业生代表3是新小妹，校长也颇为骄傲地宣布她将就读于耶鲁。这时新小妹悄将经过告知了校长，小白很奇怪，为什么去耶鲁人突然换成小新？小新表示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爱学习吧。为了庆祝孩子们顺利毕业，还让他们在水下狂欢了一场。小新追回女友，异常甜蜜。小胖子现在是4个孩子的爹，只想逃避，而经历了失恋眼镜仔独自哭泣，看好基友伤心难过，小新决定前去安慰一下。他对眼镜仔说，他现在是个感情受挫小巨人，是很多女孩都会喜欢的类型。谁知眼镜仔就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，问这是否就意味着新小妹会回心转意？小新只得顺着他，应该是吧。得到了兄弟的鼓励，眼镜仔觉得自己又行了，立刻又去挽回新小妹了。回家路上，小新一直心事重重，他有点担心妹妹和好兄弟。就在小白企图亲吻他转移注意力时，小新看到教授以前住的地方，此时教授已经上吊死去了，但他留校机器依旧还能用。于是小新捣鼓了几下，看到了妹妹的未来。他和银仔蜗居在一个简陋的小房间。新小妹说自己打算去参加社区学院的诗歌班，而眼镜仔因为卖了骨髓，只能终日躺在床上。可惜这样依然没有钱交电费。很快他们家就陷入了漆黑一片。看着他们将来的境遇，小新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，于是立刻打算前去阻止这2人继续发展。小白却不同意男友此时离开，还威胁他若是现在走了，他未来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存在。另一边，银仔已经来到了新小妹身边，安慰她不去耶鲁并不是世界末日，而是只有他这个人玩完了。接着银仔激动地说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抓根稻草，一直以来都爱着他的稻草。新小妹被说服了，也许接受眼镜仔确实能够抚平心灵的创伤。就在他们即将接吻，新小妹准备认命的时候，小新及时将妹妹从深渊中解救了出来。他不能放任妹妹毁掉自己的人生。回家的路上，小新说自己不要奖学金了，因为新小妹才是真正该去耶鲁的人。新小妹深受感动，但也很担心小白和哥哥的感情。小新却并不难过，他觉得自己能够等到喜欢他本来样子的女孩。屏幕外，教授告诉小新，他的确会在他83岁的时候遇到了，然后1分钟之后就咽了气。新小妹感动对哥哥说，我很感谢你将会为我做的事，看样子也算不错。兄妹俩还想知道父母的事，只见在未来他们又重归于好了。新妈说自己只得承认，水下生活也挺浪漫的。关灯之后，窗外发光的水母闪烁，窗内2人紧紧相拥。当未来的一切现于眼前，我们能否坚持自己当下的选择？一次意外的闯入，让兄妹俩探知了自己的未来。那未来有过遗憾，比如小新并未听到自己的劝解，他依然会调皮捣蛋长大。但这个未来也有美好，比如小新为了妹妹不惜失去所爱。每个人刚开始有意识的时候，都以为世界是围绕着自己一个人转的，直到后来渐渐长大，才会发现这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，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不会被自己所左右。这时候才会从以自我为中心，转向更加理性的看待世界。小新从刚开始的混世魔王，到后来为了妹妹放弃去耶鲁的机会，就是一个慢慢长大、体悟人生的过程。找工作是为了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让妹妹上学是因为意识到想要过好人生，不应该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。满足自身欲望之外，人生还应该有别的牵挂。不论拥有何种人生，它总是充满了诸多缺憾。我们唯一能做到的，只不过是问心无愧而已。
四处战火连天，周围断壁残垣，所有士兵枪都对准了一个方向，那里有一个巨大订书机，他的势头锐不可挡，所到之处全部化为废墟。这时一个震怒的声音惊醒了校长，他忙将桌上战争游戏收入抽屉，再一连谄媚询问校监有什么事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我当然知道，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很显然校长猜错了，今天并不是校监的生日，而学校自动售货机招标的日子，在学校竞标成功就是一本万利。于是各方势力纷纷粉墨登场，有宣传口香糖机的船长，有立志当孩子们临时搬运工的老吉尔，最后选店是位女企业家，她带来的零食贩卖机特别拉分，不仅迎合了孩子们很多天真的想法，而且学校还能分到一半的利润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任何营养，构成成分也大多是有害人体的。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孩子们健康也就被割舍了。没过多久，走廊里就被售货机占领了。看着同学们都买来吃，辛小妹决定试试，没想到仔细看了配料以后才发现，这些精美的文字包装之下，竟然是由一些毒害身体的物质组成。她忙从书包里掏出扩音器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都被骗了！这些自动售货机卖的零食都是多次加工的糖、工业副产品和反式脂肪酸。”不料话音刚落，机器说话了：“不要挑食，能吃就吃。”小胖子觉得还是机器说的有道理。这时，另一个售货机也说话了：“不要人云亦云，做个零食达人。”不但觉得听机器话太好玩了，直接将手里的钱都塞了进去。其他小朋友见状也跟着去了，小新也跟风去买了零食。为此，他还倒卖自己的滑板，就是买家没有掂量自己的能力，最终只给小新做了嫁衣。回到家后，小新晚饭也不吃了，只是闷头吃学校买的零食，白白浪费了新妈一下午的辛苦成果。听儿子说他被售卖机喂饱了，新妈都有些怀疑自己了，难道他已经被机器取代了吗？辛巴嘴上安慰着妻子，说不会有任何机器能够取代他，但脑子里已经幻想出机器人妻子了。这不是一段美好的设想，因为机器人直接将辛巴打成了筛子。这下辛巴能坚定地说，谁也不会被机器人取代，只要机器人的缺陷被全部修正。辛妈接过话头，在那天到来之前，我仍然是小新的妈妈，依然看不惯他整天吃垃圾食品。说着，他要将零食抢了过来，不料小新的哀求实在太过于可怜，于是辛妈心软，直接将零食还给了他。辛巴也有样学样，辛妈也将啤酒喂给了他。家中也无人管他，小新吃起零食来就越发不加节制。3个星期之后，小新竟变成了个小胖墩，滑板所到之处，裂缝蔓延，人仰马翻。好不容易走完流程回到家，小新感受到心脏剧烈疼痛，就像是被钳子牢牢地夹住了一样。辛巴很是高兴，觉得儿子这是恋爱了。紧接着，小新就晕倒了。到了医院才知道，小新是得了心脏病。按理说，小孩子是不应该得这病的，但小新情况完全是咎由自取。习医生说，肺动脉里的黑点是脉乳金球。辛巴指着一片区域，他的肝看起来倒是很不错，那是一大团的太妃糖。习医生告诉2位家长，等到小新回家后，必须要严格控制饮食，并且坚持锻炼。然而回到家后，小新还是边吃零食边看电视。小妹不知道他怎么还笑得出来，明明才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病。小新神情轻松，表示那些杀不死他的，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壮。说完，他又开始喘粗气。一次性话讲太多，他有些脱力了，于是又疯狂地往嘴里带零食。动画片放完后，小丑出来了。他说心脏病人人都会得，对于他这样酒不离口、烟不离手人更是如此，所以他让医生给自己装个拉链。随着骨头男的哨声，小丑有节奏拉动身体的拉链，然后拉链卡住了，鲜血飙了一地。小丑刚被救护车接走，新妈就回来了。他又去找习医生聊了一下，他给了一张对心脏有好处的食品单，首先是脱脂奶酪。小新暂时百般抗拒，于是新妈只得央求儿子。过去人们经常问我你怎么样，我会说至少小新身体很健康，可现在你连这个都没了。见妈妈如此，小新决定试一试。他拿出花菜尝了一口之后，满脸都冒出了粉红色的疹子。好吧，花菜过敏是个意外。新妈又做了一个蔬菜拼盘，辛巴上前安慰儿子，好好养病，我们去图书馆了。实际上你们会去哪里？奶昔嘉年华，你看这里就能看到它。活动结束后，辛小梅正抱着奶昔喝，经过小新房间时候，她好奇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就发现他倒掉了蔬菜拼盘，转而从墙洞里掏出了一包零食，看着他沐浴在糖果的海洋里。辛小妹觉得应该将此事告诉父亲，谁知辛巴情况不比小新好哪里去，整个床上全是奶昔。辛小妹有些无奈，还是去找妈妈吧。一天，小新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，将零食的包装随意扔到树丛里，就走进了家门。不料等待他的是满屋子的人，他们都是来开批斗会的。小丑告诉小新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否则终有一天会变得和自己一样麻木枯槁。只有吸食碾碎月球岩石才能神清气爽。小新却觉得偶像只是在开玩笑，他很感谢大家能够花时间来吃我内裤。说着，小新又跳窗逃跑了。当然没走多远就被抓住了。这些人是新妈请来专业抓孩子的人，他们要把小新带到一个胖子训练营。小新很生气，我才不胖呢，然后就卡在栅栏之间。最后专业团队将他们一起带走了。小新就这样被迫进了训练营。负责人
人是一位退休士兵，他非常有活力，还当众表扬了一个道理。辛巴不禁感叹儿子肥胖有救了。负责人表示，小新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：严厉的幸运。辛巴有些奇怪，这原话应该是严厉的爱吧？负责人这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。简单交谈之后，辛巴、辛巴也该离开了。临走之前，辛巴对儿子说：“你就当自己死了，不要在意肉体上的痛苦。”天还没有大亮，负责人就叫醒学员：“快起来，燃烧你们的卡路里！”将4位学员身上都绑好了绳子。负责人开始讲解规则，他们拉着自己绕着操场跑圈，跑起来的时候鞭子就会抽到身上，那时候就大声说自己是怎么长胖的。大家都依照规则说出了原因。轮到小新了，他却没有照实说，还撒谎说自己骨架大，当然最后挨的鞭子也是最多的。家里，辛妈看账单发愁，他们负担不起小新高昂的治疗费用。辛爸想让老婆在化妆品上省些钱，但实际上他已经拿蜡笔当口红，拿壁炉炭做眼线了。辛妈不愿意放弃小新的训练，这件事关系到他的一生。他劝说辛爸找督头聊聊加薪的事，谁知辛爸说要先将工作要回来。这是辛小妹开口了，她知道有个来钱的法子。接着庭院就钉下了青年旅社招牌，马上那些打着背包青年人就来了。经过了身体上的锻炼，胖子们迎来了精神意志的锻炼。负责人要求他们一边把冰淇淋铲到垃圾桶里，一边对他说自己讨厌他。话毕，大家拿起冰淇淋纷纷照做。而此时正在台下小新将地板钻个洞贴上去，将所有冰淇淋都收入肚中，这让他吸得不亦乐乎之时，负责人来到他的身后，面对斥责，小新毫不在意，甚至还想舔干净对方鞋子上的冰淇淋。见他如此痴心不改，负责人决定放大招了。他将小新带回了家，看到屋外全是德国的背包旅行者，小新惊呆了。负责人告诉他，每个家庭都得想办法额外赚钱，才能把像他一样的孩子送到训练营里。小新已经是算幸运的了，这里只变成了青年旅社。负责人说，他以前还遇到过不得不做干洗的家庭。接着他又和小新来到了一位女孩面前，负责人礼貌地表示自己是来找新家夫妇的，还说明了小新身份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女孩一下就惊呼起来，你就是那个只知道吃甜食的败家子，让他们因为高额的治疗费破产的嘛。女孩走后，负责人将小新领到窗前，只见客厅睡满了陌生青年人，自己的妈妈和妹妹正在辛苦的劳动，然后就是小新的父亲，他虽然穿戴整洁，却服务着一群德国人，还被迫围着餐桌又唱又跳。见家人们都为自己变成了这副样子，小新难过极了，他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吃垃圾食品了。晚上，小新独自来到学校，他将所有的零食售卖机全都毁灭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拿出斧头将它们砸得稀烂，投币口砸坏后，里面钱全都吐了出来。又是一天，小新拖了2个麻袋回到了家中，亲妈很惊讶，这孩子怎么回来了？小新说自己已经知道错了，虽然现在依然很胖，但会瘦下来的，因为他从心底戒掉这些垃圾食品。他说捣毁那些机器的时候留了很多的钱，辛巴一下子爆出了这笔横财，就是不知道辛妈会不会同意留下他们。被德国人折磨疯的辛妈此刻也没有坚持所谓的良心道德了，他只要拿了钱之后让他们赶紧滚蛋，然后那些欧洲人就被赶去霍霍其他地方了。就在大家享受着一家团圆的时候，负责人走了进来，他来取走落下的腰带。他说不退款的减肥训练还剩下3个星期，所以如果家里还有谁想去参加训练，就跟他回去。然后全家人就将目光投向了辛巴，看样子这份爱就只能给他来承受了。在成长道路上，或许我们都有过不想学习的时候，因为它枯燥乏味，远比不上外面的花花世界。父母们也曾棍棒相加，企图将我们打入正途，但最终让我们发生改变的，也许并不是身体上疼痛，而在某一刻从心底里明白应该好好学习。迷上零食的小新，短短几周长成了胖子。无论是家长的威逼利诱、训练的折磨，甚至生命的威胁，都让他难以割舍。然而一旦心底下定决心，即使不去训练营，他有信心瘦下来。信念力量是无比强大的，拥有它就好像拥有了源源不断的信心，让人知难而进，勇敢无畏。只要有强烈的信念，就没有走不出的人生低谷。又到了全家一起逛超市的时间，可惜来得不凑巧，正好赶上抢劫。趁着神难看保险箱，阿普忙让辛爸去报警，但他身上没有零钱，阿普又不肯给他，于是一家人只好去旁边卖农场小摊看看。辛爸显然是从未见过没煮熟的蔬菜，这个家庭餐食一直以肉类为主。辛小妹倒是觉得大家都应该试着多吃蔬菜，这样不仅对身体好，还会长寿。闻此辛妈同意了，当即决定将蔬菜从配菜升级到主食。晚餐时刻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辛爸说自己一点也不怀念肉，因为这个蘑菇的味道尝起来就像牛排，不料刚吃下去，他的肚子就颤抖起来。辛爸感觉自己要生个食物宝宝了。同样的症状也出现在了家庭的其他成员身上，大家都纷纷离席去找能呕吐的地方。一家人都生病了，除了辛小妹，于是他又担负起照顾家人的重担。小新很不高兴，为什么就他没事儿？辛小妹说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适应了肉类，突然吃蔬菜就给身体造成了冲击，他让大家都好好睡一觉，这样就会慢慢好起来。为了哄这些生病的人儿，
辛小妹轻柔地唱起了歌：安静小宝贝，一个字也别说，妈妈要给你买个知更鸟，如果那个知更鸟不唱歌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狼吞虎咽地啃鸡腿，辛小妹很高兴，家人们都康复了。小新表示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吃蔬菜了，只吃曾经是活物的东西。这时小手兴奋的声音蹦跶在众人面前，他询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是否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唱歌，但迫于父母的压力只能放弃，如果符合就应该参加他举办的童星制造歌唱竞赛，最终胜利者将以卡通形象参加洋洋与爪爪的卡通秀。小新觉得这对辛小妹来说是个好机会，他哄他们睡觉的时候声音棒极了。造型试镜那天，春田购物中心聚集了几乎全镇的孩子，如此多竞争对手让辛小妹倍感压力。辛妈安慰女儿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念，强大的信念能够带来奇迹。听了妈妈的话，辛小妹都梦见自己上节目了。睡醒之后，辛爸已经抱着她来到了比赛场地，需要在台上告诉台下的参赛选手，今天就要选出可以参加电视直播竞赛的幸运儿。评审是一个掌声测量表，它直接反映大众的喜爱程度。介绍完毕之后，比赛要正式开始了。首先上场是糊涂蛋，掌声寥寥无几。幸好没想到曾和这样的人约会过，就替自己感到悲哀。不过对手越弱，获胜几率就越高。没想到接下来女孩让他大跌眼镜，她所唱的正是辛小妹哄睡的那首歌，但那女孩的歌声不知好听了多少倍，还没唱完，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还有好几位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如果那个知更鸟不唱歌，妈妈给你买个钻石戒指。闪闪的戒指如此光亮闪耀，在这样美妙的歌声下，连蛇男和阿普都冰释前嫌了。辛爸更是感动的感谢主，派来了天使。毫无疑问，这女孩成了第一个参赛者。天使的嗓音和观众的呼声让辛小妹有些退缩，这根本就是她无法战胜的对手。作为宠女狂魔，辛爸不愿意看到女儿伤心泄气，他保证自己会写一首让她绝对不会失败的歌曲。说完，他又快步跑进旁边的琴行。下面一位参赛者就是眼镜仔，只唱了一句就在来年的嘲笑中退场了。紧接着就是辛小妹了。辛爸火急火燎将歌词交给女儿，就让她推到了舞台中央。虽然是首次唱这首歌，但出人意料的朗朗上口。我曾去过巴黎、伦敦还有东京，可是一个疯狂小镇阻挡了所有打击。我说是春田镇，你可以买到美胸，那里有燃烧轮胎，还有阿普校长和爷爷，镇上人都很棒，除了弗兰德一家。辛小妹一唱完，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没有人会拒绝夸赞自己家乡的歌曲。掌声测量表的数值也突破天际，辛小妹毫无悬念成为了第2名参赛者。小丑表示观众喜欢的一定就是正确的。下台之后，辛小妹马上抱住了爸爸，辛爸也很高兴，你做到了宝贝，不是我们做到了，爸爸，我真是喜欢跟你合作，爸爸，你会一直帮助我吗？辛爸拉过女儿的手，承诺道，当然了，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写词唱歌，然后摆脱这个荒凉的鬼地方。辛爸很奇怪，你歌词不是说喜欢这里吗？辛爸表示原先自己写的是另一个镇，然后换了名字而已。参赛之后，辛小妹更加用功了，在家对着玻璃杯飙高音，直接将其震碎。原来是辛爸用 BB 枪打碎的。对于爸爸的用心，辛小妹深受感动。辛爸表示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他也是弥足珍贵，因为他以后不会再有这么长的时间陪着他了。听到爸爸这么说，辛小妹一脸沉重，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，没想到是老模子酒吧2元买个大屏幕电视，而且还刚好赶上了保龄球专业赛的日子，真是害人家白担心了一场。正式比赛前，辛小妹前去彩排，舞台上的红光有些刺眼，辛小妹就想换成护眼的绿光，谁知灯光师表示他们没有。辛爸怎么会让女儿受委屈呢？冲到灯光控制室就跟人弹了一下，接着灯光就变绿了，还问女儿够不够，不够再弹。比赛正式开始，一位小男孩的歌声收获了众多迷妹。我思断肠，一人不脏，弃我远去，一语难当。辛小妹对爸爸说，那就是卡梅隆。女孩们都对他很痴迷，他很可爱友善，他笑容可以让小狗重拾生命。辛爸安慰女儿说自己写的歌很伤感，他一定会将那男孩比下去。接着就辛小妹上场了，我的猫咪在平安夜死去，爸爸叫我勇敢一点。本该唱颂歌的时候，我却在挖雪球的坟墓。唱完，辛小妹就情难自禁地流下泪来，台下的观众也无比悲伤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基本稳了。所有参赛者演唱完毕后，小丑又开始介绍这一赛段的规则。每周都会进行观众投票，票数最少那一名就会被淘汰。接连几周的比赛，淘汰了不少选手，最后仅留下了3位：辛小妹、那位天使女孩和卡梅隆。在最新的比赛中，天使女孩也惨遭淘汰。成功晋级之后，辛小妹在休息室训练。辛妈和小新前来看望这位小童星。辛妈觉得女儿的表现很完美，辛爸却对妻子的夸赞很是不满。虚心才能使人进步。他现在觉得辛小妹的表现完美，会让他感到迷茫。这时，服务生畏畏缩缩走进来，他是来给辛爸送东西的。一听对方拿错了，辛爸冲过去就是一顿胖揍。这一可怕的景象把家人惊呆了。东西到手之后，辛爸才发现人家没有拿错，然后就开心的将它递给了女儿。这是他为辛小妹准备的糖果。辛妈和小新都很担心丈夫如今的状态，辛爸却觉得和辛小妹共同进退是发生在他身上最有益健康的事。但辛爸的恶劣行径让辛小妹再也无法容忍了。他觉得爸爸不应该为了自己羞辱别人。辛爸只觉得女儿过于天真
真，就像是喜欢吃香肠，却不愿意看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。辛小妹却认为是辛爸执迷不悟，她大声表明自己的立场：爸爸，你被炒了。这下可令辛爸伤透了心，他明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女儿，到头来只能被迫离开。回家的路上，车里也是前所未有的低气压。辛小妹先开口道歉，表示很对不起，让爸爸伤心，但这都是被他逼的，还说辛爸的可恶到了商业都不允许的等级。这下辛爸更火大了，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我冲那些人大吼大叫，我必须得割破那些轮胎。辛小妹也很生气，她大声吼着，但是没有人叫你做这些啊！辛爸一听，直接踩了急刹车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辛妈和小新都吓坏了，母子俩都跳下车，准备去逛商场。看着那两人逃离，辛爸更是怒不可遏。紧接着，辛小妹也跑下了车，然后辛爸一个人开车回家了。晚饭的时候，辛爸说他带来了一位客人，他说这个人欣赏他的暴力管理风格，他要将这位新客人培养成明星。这人就是卡梅隆。辛小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爸爸居然和自己的对手合作。辛爸还给他和自己改了名字。在一家人清洗玩具的时候，辛爸已经带着卡梅隆在庭院训练了。辛小妹看他们一起跳舞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看样子他们很开心。辛妈却不这么认为，她倒是觉得辛爸对之前事依旧耿耿于怀。果不其然，他现在都不会给辛小妹打招呼了，但他还是抑制不住念着女儿。辛小妹也同样心系了爸爸，还给他做了赔罪的点心。这几块曲奇确实让辛爸真香了一把，但是吃完之后又对女儿恢复了冷漠。马上就要到总决赛了，这一次辛小妹独自站在了舞台上，虽然灯光很亮，但她再也不能随意改变了。反观卡梅隆，不管辛巴的要求有多苛刻，灯光师总能给他最好的灯光。看着女儿黯然神伤，辛巴悄声对她说，在你歌曲结尾的时候，记住要看到聚光灯上，这样会让你的眼睛闪闪发光，哪怕他们已经有了不同的立场。辛小妹还是为爸爸的贴心所感动。总决赛开始，辛小妹是第一个上场的，她首先向台下观众做个自白。今夜她和常用的写词人不再合作，所以她非常痛苦，自己写了首歌，说的都是一些内心真实感受。我是前2名，我本该很高兴，但我最想就是多和我爸爸在一起。可是你已经离开了爸爸，我很想你，想你对我对手和那些技师的威胁，想念你那样的管理风格。你是邪恶的、恶毒的，但你总能完成工作。我很抱歉曾伤害过你，但是不要难过，你不再是我的教练，可你永远是我的爸爸。这浓浓的父女情感动了台下的观众，掌声测量表更是直接报废了。来到后台后，辛小妹对爸爸表白道，整件事最棒的就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，我并不在意能否取胜，只要你能再站到我这一边。辛爸表示自己一直在女儿这边，还让她仔细听卡梅隆唱自己写的歌。他说卡梅隆将学到音乐行业中最重要的一课，那就是不要相信音乐行业中的任何人。只见卡梅隆打扮得极其浮夸，嘴里唱着我是有特权的孩子，我爸爸可以买你也可以卖你，这一点也不重要，就算你在名单上比我排的前。这样臭屁又放肆的歌词让观众喝起了倒彩，他们甚至朝他砸起西红柿，还说什么呢？只能崩溃的跑下台。辛小妹这才明白爸爸这是深入敌营，帮自己除掉威胁。辛爸表示自己可以为女儿做任何事，世上只有爸爸好。辛小妹现在觉得自己的爸爸就是世界上最贴心的爸爸。安逸书设备后，常是难以想象的艰辛。辛小妹和辛爸的矛盾正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，不择手段对付工作人员和竞争对手。辛爸的行为确实令人不齿，可是现实的真相往往就是如此。礼貌提出合理的要求，也许得不到满足，反而是用暴力手段就能获得一切。我们能做的，也只有身处现实，拥抱理想，在不将自己拖入粗俗境地的同时，拥有着面对真实的勇气。再说小丑所说观众永远是对的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辛爸就很好的抓住观众的心理，哪怕歌词再烂，嗓音也不够天籁，但只要能够满足人们的虚荣和情感，就能在成为偶像道路上一片坦途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也被泡着虚假感情遮住了面对现实真相的眼睛。兄妹俩正在庭院荡秋千，亲妈召唤孩子们进屋，说是有好东西，谁知竟然是要剪头发。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，大门已经被新妈定死。兄妹俩十分抗拒妈妈剪头发，而且他们已经说好去新开的儿童理发店。新妈不认同，那里可没有他们的头发模板。辛小妹表示模板确实很棒，可他们想要正常一点的发型。见孩子们坚持，亲妈只得放大招，说不会送他们去。不料辛爸兴冲冲说要带他们去，因为他想吃肉桂卷，然后3个人就跳窗出去了。一到理发店，小新又开始打游戏，完全没有理会理发师，只是一个劲的左左右右杀杀杀，然后他就被剪成了一个小光头。一旁的辛小妹看见，笑都喘不上气了，还说他比刚起床的帕蒂梅姨还要难看。小新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恶语？超级电推荐，就剃了妹妹的一卷头发。然后这兄妹俩就开始了剃头发大战，直到撞上镜子才罢手。可巧今天校长带着学生来商场拍摄，然后点了灾难级发型，兄妹俩就被同学们发现了。还好他们跑得快，不然明天就是校园日报的头版头条。逃跑路上正好遇到了吃垃圾辛爸，于是他俩就带着他逃进了电影院。学校摄影师们
虽然没有拍到秃头兄妹，不过他们又有了新的目标，那就是没拉裤子前面的校长。这次播放的影片名叫《遗弃》，影片一开始就是说现代生活过于放纵，而男主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他不相信宗教，不去教堂，对审判日更是嗤之以鼻。他对家庭不负责任，被妻子搞外遇。不料他们还没有亲热多久，司仪竟然人间蒸发了，驾驶位上只留下一套制服。从车上下来，男主发现不仅是司机如此，镇上很多人都发现家人或者朋友失踪了。他们有个共同点，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男主意识到这一定是审判日，好人都上了天堂，而他们被上帝遗弃了。他十分后悔拒绝了上帝，现在他们必须要经历末日的审判。但凡不符合基督教规定的都被抛弃了，包括佛教徒、信仰科学者，还有同性者。辛巴看的是瑟瑟发抖，他觉得这部电影会给他的余生都笼上了阴影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依旧不能释怀，还问辛巴，若是审判之日自己还不够虔诚怎么办？那会被遗弃的。辛巴安慰他，审判之日之前，上帝会降下启示，比如所有的狗都上飞船离开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辛巴好受多了，终于能够安心入睡。第二天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辛巴不免自嘲，审判之日还未到来，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不祥的预兆。不料他车窗突然出现了一个魔鬼，还嘟囔着跟我来，这把辛巴吓坏了，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头套取下。原来这是蛋糕店的宣传方式。辛巴开车没多久，突然有红色液体滴落在车窗上，随手接下来一滴来看，竟然是血。但这并不是如同辛巴所说天上下血雨，只是因为他们正在营救受伤的鲸鱼。不幸的是，捕鱼的船长也追上来了，对着大家伙又是一枪，然后血液就是如倾盆大雨般砸在辛巴的车上。他确信了审判日就在眼前，辛巴赶紧来到了书店，购买了很多本关于审判日的书。为了拯救孩子们令人头秃的发型，辛巴用他们以前头发缝了头套，这下兄妹俩这对妈妈心服口服。辛巴将身上的头发放入冷冻柜时，竟奇迹般的看见辛巴在读有文字的书，这很不寻常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然后辛巴就将审判日将近的消息告诉了他，他现在正在查询具体的时间。辛巴表示，整件事情都是有科学的依据，根据启示录的诗歌数目、最后的晚餐人数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数据，他推算出了审判日的时间，也就是5月18日下午3点15分。辛巴想了一下，那就只有1个星期了，下星期就是世界末日了。辛巴拿起他的铃铛，在街上奔走相告，希望大家能够对他的话引起重视。电视还对这位疯狂预言家进行了采访，是什么让你从酗酒者变成使徒的呢？辛巴告诉肯特，他心头有数，上帝不会让自己进入天堂，但是如果他能够警示大家世界末日快到了，那没准就能进了。趁着录制最后30秒，辛巴阅读圣经里的一句话，在审判日前，明星将撞向地球。回到家后，辛巴还挥舞着铃铛，辛巴颇为无奈，就算要锻炼，也受不了他这样没日没夜的折磨啊。辛巴觉得妻子不懂，他这是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辛小妹对爸爸表示，我们都很爱你，但并不觉得世界就要毁灭。或许100年之后，全球变暖，人类会走向灭亡，但那时我们早已死去了。他觉得爸爸是混淆了电影与现实的界限，看着家人们祈求的目光，辛巴妥协了。或许真是自己太傻帽了吧，于是就放下了甲板，打算一起看会儿电视。此时正春年镇体育场现场直播，小手将发表名人特别致意。不料用飞行表演的蓝色胶娃竟然撞上了空中的飞船，上面坐着小手和明星们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飞船上人们都掉了下去，全家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。明星撞向地球，这不就是和辛巴说的一样吗？紧接着电视上就出现了小丑的身影，因为有人垫背，他活了下来。但群狼乐队的粉丝们就只能节哀顺变了。节目播完了，大家都聚集在辛普森家门外，他们如今对辛巴的预言深信不疑，所以前来询问下周3该怎样度过。辛巴告诉人们，审判日到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要待在家里，全都得去春田镇地躲。他说自己在幻境中看到。这时弗兰德也探个头过来，但辛巴不希望这个对头加入他们，于是就说自己在开同性女巫的机会。审判日的那天到来了，辛巴站在车子面前呼吁大家找一个审判日伙伴，从此永远在一起。小梅拉住了爸爸的手，她说历史上很多先知都声称能够预见未来，可最终他们都失败了。她不希望辛巴也成为其中一个，但辛巴用他盲目自信安慰了女儿。于是辛普森一家也坐上了汽车，除了老辛普森，这老人家跟着追了一路。距离审判的时间只剩下几秒钟了，大家都翘首以盼，异口同声开始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了，而天空除了堆积了厚厚的乌云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大家都面面相觑。还是骨头男说了一句：“也许是时间推迟了。”辛巴觉得应该是自己的表走快了，然后就对人们说：“马上就来。”谁知道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上天没有开启去天堂的通道。看着辛巴还念叨着“马上就来”，小猫才哈哈之后，表示生活还要继续，就率先离开了。接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，就连辛妈也说要回去做晚饭了。辛巴叫住辛小妹：“你还是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爸爸，你好好
想想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信过你啊！一听这话，辛巴反而好受多了，因为没能成功预测审判日，辛巴现在备受人们的嘲笑，有人说是大白车漫画男，也有对他拳打脚踢的混混们，还有因为过于相信辛巴的预言而将酒吧卖给日本商人的老谋子，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，现在只能在别人的餐厅里打工了。餐厅里不怀好意的声音也此起彼伏，嘿，这不是想拯救我们的傻瓜吗？语言的好啊，爱因斯坦！人们都拿起手边的寿司去砸辛巴，他也只能边哭边含泪吃下去。回到家后，辛巴扔掉了所有关于审判日的书，其他关于基督教的也打算复制一句，唯有看到最后的晚餐时停了下来。他打算再数一次人数，这一数才发现自己算了耶稣。这样的话，审判日没有到来也是意料之中。他拿着小白板又重新算了一次，结果是审判半小时后就要开始了。他忙唤醒家人们，不能浪费时间，但大家从睡梦中被吵醒，都很火大。辛巴更是表示他们哪都不去，要上床睡觉。辛巴还想将自己的算式给他看，但辛巴不想再迁就丈夫了。你连5点钟是6点都不知道，就这样吧，晚安。见妈妈回房，孩子们纷纷回到了卧室，没人作伴，辛巴独自一人去了地垛。他静静躺在岩石上倒计时，3、2、1。没想到这次依旧是无事发生，辛巴十分难受，连续错2次对他打击巨大。不料紧接着，他发现自己飘在了空中，云层中的天堂，万物快速生长，处处生机勃勃。辛巴按响铃铛，马上一位天使就前来接待他，给他穿上天堂的衣服后，导游天使又开始给他介绍各处景点，还告诉他在天堂最棒的事就是能够心想事成。然后辛巴就卯足了劲，将天使的头想炸了。将辛巴领到住处之后，天使又打算离开了。临走之前，辛巴叫住了他，他想看看自己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。于是天使就把电视调到了地球频道，只见这里已经被血水所覆盖，孩子们正漂流其中。辛巴头上缠着无数小蛇，活像美杜莎。他们此刻都十分后悔，没有能听信辛巴的话。眼见恶魔将辛巴养起了3叉戟，辛巴吓坏了，当即表示要救他们。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。这里的确十分完美，可他没有办法知道家人受难之后还能独自享受，所以想恳求上帝宽恕自己的家人，但上帝拒绝了。辛巴很生气，他对上帝说：“你树立了一个很强大的敌人。”然后辛巴就跑到天堂各处，将所有的垃圾桶都掀翻在地，也不让其他人愉快的玩耍。紧接着，执法队又将他抓捕了，将在天堂各处搞破坏，直接拉低人们的幸福指数。上帝妥协了，问辛巴到底想要怎么样。辛巴想让他将自己送回地球，然后再让这个审判日推迟个几年。上帝觉得不行，审判日已经开始，要照辛巴的话，就得让时间倒流。辛巴认为这很轻松，超人不就做过吗？上帝没有办法，只得答应下来，说自己会撤销世界末日的。接着，辛巴又在上帝的耳边提了一个要求，然后上帝又开始施法让时空逆转。辛巴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还以为刚才只是自己的梦。博贝尔的翅膀有点可疑，原来是海鸥贴在了背上。这时，家人们来到他的身边，辛巴还向辛巴感叹着：“到这里来的隧道真是怎么也走不完。”和家人们亲近了一会儿，辛巴又回到了老地方。看样子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老谋子酒吧恢复原样吧。辛巴享受举起酒杯，这就是天堂啊！追求真理的道路往往崎岖坎坷，其过程常常循环往复，这就导致大多数人只是触碰到了真理的门槛，就马上下达了此路不通的结论，甚至还会嘲笑继续前行的人都是傻瓜。本集中，平常看起来不太聪明的辛巴，却实实在在做了一次深藏功与名的救世主。然而那些自诩清高聪明的人们，却将无知的恶意投向了伟大的真知。这不仅让人想起了福奇博士在美国的境遇，当真理被埋没，鲜活的人命也成了冰冷的数字。人类最大敌人从来不是天灾，而是这样在真理之上永远无法消解的无知。周日下午，请小妹在家听音乐广播，悠闲地趴在床上，生活好不惬意。今天节目讨论的是秘鲁班酌情音乐，不料琴手还没有弹奏多久，主持人就表示这音乐不尽人意。在下一个节目开始之前，主持人说要赠予听众广受好评的 IOK 导演新作的电影票。新小妹知道这位导演，他的电影如诗般缠绵动人。事不宜迟，他马上拨打热线电话。没想到收听广播的人很少，新小妹真就得到了4张电影票，半小时之后就上演，免费电影没人能够拒绝。但辛巴还是很担心没人照顾小新。辛巴倒是觉得只要有电视看，小女儿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这么不靠谱的行为，辛巴是不会答应的。再三考量之后，辛巴将小新送到了弗兰德那里。他原本还有事儿，不过辛巴连圣经都搬出来了，于是弗兰德只得爱乳之灵帮忙照看小新。一家人来到电影院，小新随意拿起面前报纸，同性视角阅读几行字之后，小新询问妈妈自己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。此时辛巴已经被食物吸引了目光，于是随口说道：“你爱做什么就是什么。看电影的人很少，座位也不舒服。”没过多久，小新就不想
想看了，需要看字幕的电影让他很难受。接着辛巴也不想看了，抬起屁股就想走，可惜抬不起来了。另一边，弗兰德在教小小新走路，他学得很快，走到柜子面前就拿起里面的娃娃仔细观看。弗兰德告诉他，这是他谦卑陶瓷小人藏品。见小小新很喜欢他们，弗兰德决定给他看看剩下300个。谁知帘幕拉开，里面娃娃全部支离破碎，最下面一层放了一张纸条：我的错，侯默，真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事情。电影结束，金小梅还忍不住黯然神伤，她非常同情那些村民，因为他们要沦落到喝自己的眼泪。小新全程没有关注电影内容，顺便还给前面的哥们儿换了个发型。此时小新已经在弗兰德的怀里睡着了，托德罗德正在模拟最后的晚餐。尤大雄，你为什么不吃饭呢？我吃不下去，因为我清楚自己罪孽深重。让儿子们都上楼睡觉后，亲妈来到了弗兰德家，他很感谢他帮忙照顾小新，还打算拿出一些钱来犒劳他。弗兰德当然没有收下，虽然自从大型连锁超市开进镇后，他佐尔玛超市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。新妈环顾了房子四周，他建议弗兰德如果需要钱，可以选择租掉一间房。弗兰德略加思索，也许当个房东也不错。消息放出去后，很多人前来租房，但符合条件却没有几个，比如还未成年小胖子，还有喜欢到处扔猫的猫老太。最后登门是2位乖巧女孩，她们自称是社区大学学生，说自己原来住处是男女混住，受不了眼前时时出现穿着浴袍的男孩子，家们如此可怜。弗兰德深表同情，马上就决定将房子租给2位女孩，将她们领到卧室门口。弗兰德表示，她们可以在里面畅聊熟睡，攻读学位。谁知这2个女孩并不是看起来那样简单，将镜头摆好就开始搔首弄姿。小新已经在正在网上冲浪，突然看到了一个浮动广告条，性感卧谈。在好奇心驱使下，小新点了进去，没想到竟然看到2个女孩子正拿枕头嬉戏。小新惊呆了，这莫不就是传说中的神秘网站吧？眼镜仔则表示怀疑，没人爱看2个女孩吧？这时屋内传来了敲门声，他们立刻穿上了外套，戴上了学士帽，煞有其事拿起书，才让门外的人进来。见进来人是弗兰德，2位小朋友吓得大叫起来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都在观看2女孩的直播，夸张笑声终于引来了老父亲的注意。辛巴十分生气，小年纪居然看美女。见老爸气势汹汹，小新忙让他看弗兰德。卧室与厕所的门都敞开着，但他却一无所知。这下辛巴也有了兴趣，觉得这等好事就应该广泛宣传一下。辛巴最先来到快易买超市，阿普看了直播之后连连摇头，不敢相信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弗兰德竟然被耍得团团转。辛巴肯定的表示，当然，因为没有人告诉他。接着老毛子也凑了过来，辛巴又大加宣扬了一把弗兰德的愚蠢。有了辛巴的竭力推广，弗兰德家事情几乎全镇人都知晓了。例行做礼拜的时候，骨头男禁不住调侃道：“弗兰德，你家2位窈窕女租客怎么样呀？”弗兰德没听出他的阴阳怪气，还很认真的表示他们很不错。闻此，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了。这下真的弗兰德有些茫然无措了。自从这2位女孩开始直播，父子俩就像屁股钉了钉子一样一动不动。他俩异样的举动还是被辛妈发现了，他马上让儿子别看屏幕，看窗外。哪知窗外直接是现场表演。辛妈这才知道席卷全镇大新闻。他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让这样不三不四的人入住，但辛爸却知道原因，那就是他至今还被蒙在鼓里。得知前因后果，辛妈揪着辛爸的耳朵就来到了弗兰德的家门前，逼迫他马上将自己看到的事情坦白。知晓真相后，弗兰德十分生气，可恨的2个假大学生厚颜无耻的欺骗自己的信任，还污染了自己家里的这片净土。他立刻将2女孩赶出了家门，没成想他们还有粉丝，于是2人颇为高兴，在欢呼声中离开了。弗兰德简直难以置信，全城人都在背后笑话自己，看来辛巴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了。老谋子打破他的幻想，告诉他，要是没有辛巴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那满屋春色。弗兰德还想挣扎一下，不料却得到辛巴肯定的回答：没办法，真是太热了。弗兰德这时才感受到眼前这些人对待自己深深的恶意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十分失望的独自回家了。见爸爸情绪低落，托德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。他告诉儿子，曾经他觉得朋友们就像迦南人一样，直到今天才意识到他们更像是米甸人。这震惊2位小男孩。弗兰德失落地表示，真希望我们能生活在旧日的美国社会。这时他看到桌上的陶瓷藏品，那空出的座位仿佛就是给他留的。弗兰德看了看座底，宾州前辈镇制造，他当即决定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。作为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，辛巴跟个没事人似的，该干嘛就干嘛。但辛巴和辛小妹可不能不管，他们觉得辛巴羞辱了这个家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。迫于妻女的压力，辛巴拿个致歉花篮去给弗兰德赔罪，不料却在门上发现了一张字条：再见吧，春田镇，我们一家人搬走了，你们这是最后一次嘲笑我们了，最后一次。
辛巴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跪在地上崩溃地大哭起来。看窗外搬家公司已经来了，辛巴知道一切已成定局，他叮嘱辛巴一定要给新邻居留个好印象。辛巴表示不用担心，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防工作了，也只有将狗和小新都已经拴好了。新邻居搬进去后，辛巴就马上前来拜访。这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大的壮汉，而且还是一位摔跤教练。面对这样的邻居，辛巴说话都有些小心翼翼。教练还没有听完辛巴的碎碎念，就弯腰捡起了地上旧门垫，保佑我们的客人，这是哪个弱智放的？他当即拿出自己准备的新门垫，敢敲门就挨打，这可把辛巴吓大气都不敢出。再说弗兰德一家，车刚驶进谦卑镇的时候，他们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近，这里的人们彬彬有礼，还向他们招手。一天，辛巴正哄小小新睡觉，谁知小家伙刚进入梦乡，就被一阵重金属音乐吵醒了。辛巴听出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，颇为生气盯着辛巴，于是他只好说自己去跟教练谈谈。此时教练正在举哑铃，辛巴很有礼貌地询问能否小声一点，他家小宝贝要睡觉了。不料教练没有丝毫要顾及的意思，表示自己的2个小宝贝才刚刚苏醒，还逼着辛巴鼓励他的锻炼。然后在鼓励声中，教练更嗨了。谦卑镇的居民亲切又讲理，弗兰德虽然是才搬进去不久，但人们都友好地给他打招呼。弗兰德觉得这镇子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美妙，甚至连狗狗都会自己清理粪便。定居下来之后，弗兰德开始寻找新的工作，正好谦卑陶瓷小人工厂招聘，他就进去了。负责人告诉他，所有新人都负责点腮红。弗兰德一脸惊喜，恨不得昨天就开始上班。习惯当然很好，但负责人提醒他，最好能够剪掉脸上那撇小胡子。这要求让弗兰德心生抵触，毕竟他在睡梦中都没有想过没有胡子的样子。听了他的这话，负责人一脸央求，弗兰德没有办法了，只得说自己想想办法。得到满意的答复，负责人放心了，然后给他戴了一个口罩。剪掉胡须之前，就只能以这副面目示人了。弗兰德正拿剃须刀做思想斗争，突然罗德跑了过来，询问爸爸为什么要刮掉鼻子的邻居。儿子这一问，弗兰德当即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自己的胡子有存在的权利，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做主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弗兰德裹上了厚厚的围巾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当胡须露出来的一瞬间，直接就让工人们吓得魂飞魄散。之后，弗兰德无论在哪里都尽情释放了他的小胡子，每一次都招来了镇民们的反感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个陶瓷小人，阁下如履薄冰。另一边，辛巴在家看整蛊节目，突然电视又黑屏了，出门查看才发现电线被割断了。很显然，罪魁祸首就是教练。辛巴早上前就要同对方理论，无奈结果只又被羞辱了一番。这还没完，教练说他还在辛巴车里借点油。辛巴回忆，这油还是从弗兰德那里偷来的，猛然间还挺怀念他的。说着，他又哭着跑回家了。弗兰德正在家里观看报纸，今天是关于他自己的头版头条。这时，耳边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没想到竟然是辛巴。面对昔日的好邻居，辛巴还想嘴硬，但很快他就低声下气求弗兰德回到春田镇。可弗兰德对于那件事还没有消气，只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回去当笑柄。辛巴解释说，想让他成为受人尊敬的榜样。他说自己这些年从弗兰德那里借过不少东西，但是有些东西自己是无法夺走的，那就是他的友善、彬彬有礼，当然还有对自己无限度的包容与忍让。他知道自己不配做他的邻居，但依然希望弗兰德能够回去。这一席话确实让弗兰德语气缓和了很多。他说自己正努力寻找一个新的开始，不过他这次的开创之路注定夭折了，因为镇民们正围在他家门外阴阳怪气呢。弗兰德当即决定还是搬回春田镇。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自己的房子，不料教练死活不愿意搬。他喜欢这个房子，也喜欢辛巴的软弱，但弗兰德还是坚持要搬回来。于是教练打算以暴力相逼，谁知弗兰德轻轻松松就让他制服了。辛巴现在找到了靠山，一个板凳就砸了上去，这一天的憋屈终于都讨回来了。为了庆祝弗兰德的回归，辛巴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，那就是全镇人一起开个大派对。弗兰德的一次搬家之旅折射出人性中的诸多问题，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快乐而不在意这会为当事人带来的伤害。也许整件事情对于辛巴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与人同乐的玩笑，但在弗兰德的心中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。人类的悲喜无法相通，也许在你看起来只是一句话、一个玩笑，甚至转而就不会记得的一件事，在别人的心里却会膈应一辈子。有时候过于没心没肺，无异于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看似毫不费力就能获得快乐，其实消耗的只是彼此相互体谅的心。长此以往，人与人之间只会越发冷漠，直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。人类之所以为群居动物，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互相帮助，相互成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不要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